今天來介紹一個對於鍵盤使用上非常方便的外掛，它的名稱叫做 /Commander， 它能夠方便而且快速的協助我們來插入各式各樣的 Markdown 的語法。預設的使用方法非常簡單，就跟 Notion 一樣，只要輸入斜線就可以讓它彈出功能選單，再透過功能選單裡面插入的物件，就可以快速的来插入各式各樣的 Markdown 的語法了。在 V1.5 版的 Obsidian 編輯區的右鍵功能表裡面，其實已經增加了幾個跟新增 Markdown 語法相關的選項。我們可以在編輯器裡面按右鍵，在右鍵裡面呢就可以看到有 Format， 在這個 Format 裡面就可以新增粗體、斜體等等的這一些字體的變化，或者是 Paragraph 可以直接新增清單，或者是不同等級標題的 Markdown 語法，或者是 Insert 可以新增表格Callout， 或者是橫線，或者是程式碼區塊，或者是數學區塊等等，這些其實在右鍵功能表都可以來使用了。今天介紹的這個 /Commander 類似於右鍵功能表 Insert 這一個功能，我們可以自己把需要而且常用的一些 Markdown 的語法新增在 /Commander 的選項裡面，到時候只要在行首的地方輸入一個斜線，它就會彈出一個清單，在這個清單裡面呢，就可以來插入需要的內容。比如說我要插入表格，直接點擊它就會插入一個表格。為了更快速的操作，我們其實也可以輸入斜線以後輸入需要的對象，那它會自己做過濾，很快的就可以把符合輸入內容的物件給選擇出來。這個時候呢，就可以直接做插入。以下就來簡單的介紹一下它的使用的重點。因為核心外掛裡面其實也有一個斜線命令，為了不要讓這二者衝突，我建議大家先把核心外掛裡面的斜線命令停用，進入設定，然後再點擊核心外掛，在核心外掛裡面找到 /commands， 也就是這一個，記得先給它停用。停用完以後，這個斜線命令就可以讓 /commander 來觸發，在第三方社群外掛裡面輸入/來找到它。各位請記得要安裝完並且啟用，啟用以後就可以來選項裡面來做進一步的設定。首先就是這個 command trigger 可以把斜線改成任意的其他觸發字，比如說你希望用2個 @ 的符號來觸發，你就把它給改掉。預設會是這個斜線。如果你希望有多個不同的字串都可以來觸發它的話，那你可以選擇這個 more triggers， 把它啟用起來，再輸入更多的觸發的字元。還有是不是要在每一行開頭才能夠觸發？如果你不啟用的話，就表示說在每一行的任何位置都可以觸發。記得這個斜線左邊要空一個空格，再按斜線才能夠在行內來觸發。是不是要顯示命令的一個描述，或者是顯示命令的來源，這個都可以自己來選擇。那後面這個 bindings 就是我們要來做這個綁定的動作，比如說我這個 table 彎的斜線，然後再選擇 tables， 它就會自動插入表格。這個都是我們可以自己來自行維護的。你如果不需要的話，就點擊最右側的這一個粉紅色的刪除，就可以把這個項目給刪掉了。如果要新增新的，就是直接點擊最下面的這個 add command，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選擇任意的命令，比如說選擇這個 toggle pin。出現 toggle pin 以後，你可以自己再來變更它的名稱，可以用一個你自己最習慣、最容易找到它的名字，然後接着再點擊 save， 它就會顯示在下面的。到时候輸入斜線的時候，就會多出一個 toggle pin。其實也可以把自己寫的 quick add 啊等等的這一些內容，可以把它變成選單裡面的項目。那這樣設定好以後，接着就可以直接在任意的地方來輸入斜線，它就會出現我們需要的這個命令了。要把畫面直接切換成明亮模式，這個時候它就可以整個切換成明亮模式了。它的操作是非常簡單的。今天就是介紹這個 /Commander 給各位。如果你比較習慣使用鍵盤的話，它應該可以對於你在插入 Obsidian 物件上可以達到一個很方便的操作。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 Obsidian 知識對於你在操作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。謝謝各位。